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叶医生？叫我什么都行。最近挺忙的吧？嗯，纪录片马上要开拍了，每天各种会。院长一会儿就到了。你俩现在关系挺好的吧？挺好的。那天在游泳馆，让你看笑话了。我可没看到什么笑话，我只看到陆朝夕的急迫。他应该没跟你说吧？那天你走了以后，他自乱阵脚，特别受挫。谁让他自己瞎胡闹的？那你该不会讨厌我这个工具人吧？当然不会，因为你，我们更快在一起。原来你也这么急迫。他来了。早啊！早。你们俩聊什么呢？说你说你画画呢。我没迟到吧？没有。院长好。人都到齐了吧？那我们先走。上车。你坐前面吗？你坐前面吧。叶时兰，客气什么呢？坐前面。叶医生，听说你之前在桃源村待了有半年。所以院长觉得我也一起去比较合适。山村里其实老人和儿童居多，所以我们义诊也主要以儿科和诊治老年多发病的医生为主。哎，那会去看诊的村民多吗？应该还挺多的，一般会提前通知，诊所那边也会配合。现在他们都有农村合作医疗，看病花钱不多，因为我们是义诊，他们还是愿意去看一看的。有些老人他们身体不舒服，又不愿意麻烦子女带去城里看病，觉得没什么大事儿。这不正好专家来了家门口，还是愿意去问一问，检查一下，这样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心里就踏实了。万一检查出什么大病，也好及时就医。我是第一次参加义诊，小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多吗？其实和我们在医院里看到的病例差不多，不过有一些老人就医意识不强，家里的小朋友生病了，他们喜欢用一些土方子，有时候不对症，反而会加重病情。遇到这样的老人就要问清楚，而且要给他们多做一些科普。土方子什么样的？五花八门的，什么都有。你要是感兴趣的话，我可以请诊所的李所长给你讲讲。好。哦，还有用玄学的。玄学是什么意思啊？有小朋友被鱼刺卡住喉咙了，爷爷搞了碗清水来，嘴里念念有词的，这碗水就变成了化骨水，说喝下去就没事了。那真没事了？有个小朋友喝了好几碗，最后实在不行了，还是去诊所用镊子取出来的。哎，你说的这个方法，我之前好像在网上看到过，很古老的方子了。你说要是真没用，怎么会流传到现在？这个我知道。其实我们被鱼刺卡到喉咙还是没有那么多的，之所以觉得咽口水疼，是被鱼刺划破了，基本上都会自愈，可能也被当成是那碗水的作用了。是啊。所以，如果真的遇到鱼刺卡住喉咙，还是要及时就医。又学到了。哎，小叶他们应该快到了吧？啊，他给小苏发了微信了，说早就出发了。董所长，想小叶了吧？你不想？我也想啊。哎，据说啊，跟这陆院长给咱们买了好多礼物呢。咱们呀，今天就彻底休息。
把这诊室啊让给来的儿科专家黄主任和小叶他们。就是之前跟小叶不对付那个。是啊，哎，听小叶电话里说，他不是主任了。他虽然不是儿科主任了，但还是主任医师，所以就一样叫他黄主任的。所长、副所长，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。哎，你昨天在这布置的很晚了，不是说让你多休息会儿吗？我兴奋，睡不着啊。哎，你今天怎么不走乡村风了呀？嗨，今天咱们这儿不是要来很多客人吗？作为本诊所的门面担当呢，我当然得好好收拾一下自己了，不能给他丢脸，是不是？行，有觉悟啊。小苏啊，哎，你和小叶呀是两种性格的人。那所长更喜欢谁呢？我都喜欢。哎呀，反正这会儿叶医生又不在，您就说您喜欢我嘛。好，喜欢你，喜欢你。谢谢所长。现在在诊所帮忙的小苏，他刚刚参加工作半年，不是我们医院的。是弟弟啊，长得帅吗？帅不帅我不知道，微信说话的时候感觉很活泼。副所长说他现在是诊所的开心果，连平常话很少的李所长都被他哄得乐呵呵的。那一会儿可得认识一下，我对幽默的男人完全没有抵抗力。曾医生，你是要去联谊吗？哎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？天都被你聊死了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刚才说的话听起来很像批评。哦，曾医生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可别在意。陆院长也是个风趣幽默的男人。领导的幽默感还是让人挺有压力的。那叶医生，我的幽默感会让你有压力吗？院长，我应该有压力吗？那你这么问就是没有啊？我没有，不代表别人没有啊。那你还挺特别啊。曾医生，院长真的是在和你开玩笑。如果你觉得不好笑，不用理他就行了。就是啊，你们可别把我当院长了。现在随便聊点什么，别不说话就行，要不然我真变成你们的司机了。曾医生，你就不好奇陆院长会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吗？我非常好奇，院长可以说吗？怎么，你要给我介绍啊？院长条件这么好，哪用得着我介绍？你说说看，说不定我能帮你介绍介绍呢。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哇，谁这么有福啊？曾医生，你知道吗？我可是你们陆院长的前女友。其实我们好些人都知道，是吧？还以为你要跟我们院长重新在一起呢。叶医生也是这么以为的。我跟乔瑜确实在大学的时候谈过一段，不过很快就没有火花，就变成了很好的朋友。乔瑜老是拿这段开玩笑，让叶医生误会了。哎呀，这个陆院长以后啊，一定是个宠妻狂魔。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个嘛，好像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，挺快的。挺快的。第一次来吧？环境还不错吧？叶医生，是。你好，我是小苏，苏小阳，我又见面了。小苏你好，这是陆院长。陆院长你好，曾新宇。辛苦了。
你好，乔宇，是纪录片的编导，他也想来了解一下义诊。我代表桃源村诊所，欢迎大家。小苏，时间还早，你带他们参观一下吧。他们想喂羊。想喂羊啊？没问题，跟我来。刚喂完草，欢试试。有没有小羊？刚刚在车上没吃醋吧？那乔云那是开玩笑的。我有那么小心啊？那当然没有。我有，早知道我就坐大巴来。还不是你为了要避险，非要拉他们上车吗？不过，你今天表现的还可以，可以奖励你一份。呀，我忘了我擦口红，脸上。找我纸给你擦一下。小叶啊，你这磨蹭什么呢呀？怎么不进去呀？老师来了。哟，你们俩这是？他脸很烫。哦。你自己摸摸，是不是？我看看。哎，不用了，所长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开车开的热了。你赶快进去洗洗。不对，那我先洗把脸。去吧。一会儿见，所长。不要紧吧？不要紧的。副所长，来。哎呦，拿一下。这些都是给我们买的呀。是，给您的。哎呀，你们能来，我们就已经很知足了，还买礼物，这多浪费呀！哎呀，这都是年轻人的一片心意，不算浪费。这些都是能吃得上、用得上的。谢谢。走。哎，这车门呢？这没事，一会儿再回来关。好。等会儿没有。陆院长，吃点花生瓜子儿，喝点茶。副所长，你们还是叫我小陆吧。小陆啊，还是测一下体温比较保险。不用，已经不烫了。倒是不烧啊，不烧。小陆一看就像个院长，小叶当初居然还觉得你是个卖药酒的。哎，这锅我可不背，当初您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我有吗？有，所长可以给我作证，是吧？那也是被你带跑偏的。哎，小白呢？谁知道又跑哪儿去了？不用管他。哦，应该是大部队来了，可以开始干活了。辛苦你们了。不客气。阿姨，给您添点水。好。48号可以就诊了。对，来了。您的病历本给我一下。这边。我在医院检查的，说我是血管硬化。哎，说是醋泡生鸡蛋可以软化血管，有这个疗法吗？大爷，我知道这个说法，但据我所知，目前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醋泡生鸡蛋能软化血管。而且啊，这个家里面的鸡蛋，外表有很多的细菌，所以不建议生吃。我知道，但我不吃就是了。大妈，您血压是正常的。医生，我吃完晚饭之后胃经常不舒服，闷闷的。那您晚上经常吃些什么呢？吃中午剩下的饭菜，吃的多吗？剩多少就吃多少。那可能您这是消化不良。我又买消食片吃，不管用。大妈是这样的啊，晚上的饮食呢是要控制一下的，不能吃太多的。这不光会引发胃病，老年肥胖啊，会对身体其他地方造成不必要的负担。您这情况呢，院长，你们去哪儿啊？小苏带我去村里看几个不方便过来的病人，顺便给他们送点药。好。哎，乔云呢？啊，在2楼发药发书呢。行。院长，拜拜。刚才我看了一下，没什么大问题。
小朋友如果出现口吃的这种情况呢，大部分情况是心理障碍造成的。平常要多鼓励他说话，可以通过呀这个唱唱歌、背背儿歌来增加他说话的自信心。我们家长这块儿，不要小朋友一出现口吃的情况呢，就马上指出来，反而要增加他说话的心理压力。他这么小的岁数，如果干预得当的话，很快就能矫正过来。没事，啊。好，谢谢医生啊。哎，不客气。小秋，你也说谢谢医生。咱不着急啊，咱慢点说。说。谢谢医生。哎，你看说的多好啊！回家以后要多说话啊。来，这是您的病历本。好，谢谢啊。和叔叔再见。哎，再见再见。好嘞。大爷，您可以去药房免费领一本书，这书啊是黄主任自己写的。哦。里面关于口吃干预有详细的介绍。就这儿，上2楼就是药房了。谢谢了啊，太谢谢了。院长，没听说咱们这次出诊还能送我的书啊？这本书我看了，觉得通俗易懂，所以就以私人的名义采购了一批送给大家。这事儿也是叶医生提议的。啊，叶医生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黄主任。你是那个陆院长？是我，黄婆婆。哎呦，副所长说了，原来你是院长。上次我真对不起哦，那眼神不好，我错把你当成那个卖药酒的那个人了，弄得叶医生拿个扫帚追着您打。哎呦，黄婆婆，这事不赖您。我跟他说了我是院长，是他自己不相信，不赖你啊。会不会？你呀是个大好人啊，一点记仇心都没有。你看，还让叶医生在你医院里工作。王婆婆，她记仇着呢，好长一段时间都没让我做医生。我不相信。你看，那么多专家给我们免费看病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是真的，她就是针对我。原来院长和叶医生早就认识啊，怪不得找叶医生当助理。啊，那个这样，走，咱们出去看看啊。黄婆婆，你孙女怎么了？眼睛不好，就是平常用眼过度，电子产品看多了。平时是不是总是玩手机看电视啊？有点轻微的近视，开着瓶眼药水可以缓解干涩，但是还是要注意不要过度用眼。上2楼拿药。哎，谢谢谢谢，院长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应该的。口渴了吧？没事。谢谢。欢迎光临，这边。你今天来咖啡店吗？什么时候有空，我请你吃饭。哎，这几天没有看到你那个朋友来啊？哦，他最近有点忙。我看你没事就往门口望，是不是在期待他的出现？当然不是。不是吗？我还以为你喜欢他呢。没有的事儿。这样啊，我觉得他长得挺帅的，你要不喜欢，就让他跟我认识认识。他有喜欢的人了。真的假的？嗯，他亲口说的。谢谢。走了啊。嗯，拜拜。你来啦？你今天怎么就下班了？店长重新排过了。哦，
那你快进去吧。好，拜拜。啊。我可以坐这里吗？当然，你不是下班了吗？是啊，所以我现在是顾客，请你吃水果。你回来是找我有事？嗯，有事，没有打扰到你吧？没有。那吃水果。好。你跟你喜欢的那个女性朋友有新进展了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啊？我最近改了稿，Kevin 的形象有了那么大的变化，想知道他看完之后对你的感情生活有没有帮助？暂时还看不太出来。那我觉得你得认真判断一下，看看你们俩可能性到底有多高。不行的话，就得及时止损。这怎么判断？这样吧，你约他来店里，我帮你观察一下。你可以观察得出来。当然，我这方面是有练过的。你不相信啊？我要相信吗？唉，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。我先观察你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好，你试试看。你有一个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。这谁都有啊。你别急。你在医院工作吧？你衣服上有消毒水的味道。啊，你闻不到的，只有我能闻到。你是听到过我打电话吧？所以你是承认了。说对了。你身边最近有人谈恋爱吧？这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的四周弥漫着一种不属于你的桃花的气息。你看不到的，只有我能看到。你猜对了。还能看出什么？你把手伸出来。怎么又改看手相了？感情线细小的分叉很多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喜欢看别人谈恋爱。让我看看你的手，你这细小的分支也很多。我的分支是往外拐的，说明我喜欢写别人谈恋爱。你蒙错了，我不喜欢看别人谈恋爱。不可能，我一向很准的，你再给我看看。这两个人是你的同事，其中一个是你的上司。你一开始很看好他们两个，你撒谎了。那个喜欢的女性朋友根本不存在。我没看错，你就是喜欢看别人谈恋爱，这个就是你不能说的秘密。你是认识叶医生吧？林特助，考虑一下，付个封口费吧。好，你想吃什么？
黄主任经常参加义诊，经验很丰富。今天下午遇到了2个特殊的病例，他还叫我一起去看，指导我。就像你说的，他不一定是个好领导，但他是个好医生。人是多面的，就看你运气好不好，碰到哪一面了。明天上午的人应该不多了吧？不多了，只接待今天做完检查看结果的，然后大家就一起回去了。乔玉下午已经走了，刚刚曾医生跟我说了，他说明天想做大8回。哦，哎，那岂不是又要跟领导独处了？是啊，你可太惨了。一会儿吃完饭，你就早一点回镇上的宾馆休息吧。你不去吗？小苏一直住在村里，我的房间空着，今天我就住在这儿啦。哦，那我也不去了。你不去，你睡哪儿？不行啊！什么不行啊？那样别人就知道我们的关系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别人知道以后我们就可以了？你别曲解我的意思。是你曲解我了吧？我的意思是我今天晚上可以睡输液室的。你在想什么呢？你该不会对我有非分之想吧？你是这样的人啊！我还只是个孩子，你想什么呢？哎，君子动手！哎，欠打！哟，小叶胆子好大呀，连院长都敢打。我们院长平易近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俩谈恋爱呢。没有没有，真没有。副所长，叶医生的话怎么会骗您呢？对吧？哎呀，这好久没吃到地里新鲜摘的菜了，还特地给你们准备了新鲜的猪肉和猪血，这些呀，你们在城里是很难吃到的。谢谢所长。行了，你们俩进去吧，我们摘完菜我们回做饭去。哎，连他们都不能说。在这儿没有秘密，他们俩知道了，全村都知道了。你没看今天黄婆婆说什么？行吧，听女朋友的不吃亏。这个好吃。好，谢谢。你说其他的，我大概能猜到你可能认识我身边的人，只是没有想到你连我喜欢看言情小说这件事情都知道。谎话说多了，自己是看不出来破绽的。不过你跟叶医生是闺蜜这件事，还真挺神奇的。这个就叫做无巧不成书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下一本书呢就取材你们院长和我们家小叶子的故事。背景放在医院。对啊，如果到时候我有什么不懂的，你务必要帮我啊。医生专业上的事我也不懂。我说的是管理上的事儿。医生的事儿我可以问小叶子嘛。不过我们写这类小说本身也不会写太多专业上的事儿，只是有的时候情节涉及到了，我们能尽量的不犯或者少犯错误。你会担心别人吐槽吗？吐槽什么？比如披着什么什么的外衣谈恋爱。我写的又不是职业小说，是言情小说。在我的小说评论里这样说的都是人云亦云，找存在感的。他们在别的地方看到了有人这样评论，就不管背景，直接生搬硬套，还觉得自己很聪明。那可能会有人说，为什么要写医生？言情剧的主人公总不能都是无业游民吧？也没有人规定哪个职业不能谈恋爱呀。有，这个。这个，有些地方也可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评价某一个职业不能谈恋爱的，不能写成言情小说的，那到底是瞧不起这个职业，还是瞧不起爱情啊？是。每个职业都值得，也应该拥有爱情，对吧？你写的烂，你就批评写的烂。爱情多美好呀！
我想要，你也想要，我喜欢你，你也喜欢我，那就在一起，共同拥有一段甜美的爱情。你看了不少评论吧？还知道别人有可能这么吐槽我。是，不过只看了你的评论区。我采访你一下，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，真实想法是什么？因为一直追你的小说，所以发现你就在眼前的时候，有那么一点激动。是见偶像的心情吗？不是，就像是素未谋面，但却相识已久的熟人。素未谋面。我喜欢这个比喻，作者跟读者本来就是神交。那你当初让我改文的时候，是想找借口认识我吗？也不是，是我自己看着确实很别扭。那如果没有这件事，你会想要认识我吗？不会。你刚说了，我们是神交，我应该不会想要打扰你。不过有机会认识你，和你一起吃饭，跟你交流，还能帮助你了解你生活里的样子，我非常开心。你这不就是粉丝想做的事儿吗？可能确实是吧。哎，我的粉丝，我的偶像。张姨，我们现在都很少用抗生素了，对，就是怕产生耐药性。您就按照医生说的做就行。没事，您客气了。那您把电话给我妈吧。兰兰，妈，您有什么事吗？哎，你跟小鹿最近怎么样啊？我们挺好的，前段时间还一起去给她妈妈过生日了。原来你来这儿啊，热水烧好了。哎，是小鹿吗？是。我跟小鹿说两句。好。阿姨晚上好啊。小鹿，你跟兰兰一起去做义诊啊？对啊。上次寄的香肠，你爸妈还吃得惯吗？哎呦，我爸妈说可好吃了。阿姨，您下个月能不能再寄一点过来啊？好，我给你寄啊。哎，家里还有晒的鱼要吗？行啊，那就一块寄点来尝尝。对了，阿姨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再过来玩一趟？家里有事儿走不开。没事儿，那就等下次小长假的时候，我跟叶石兰一起回去一趟。那太好了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啊。行啊，我可老早就想去了。阿姨，你也记得。妈，我得去洗澡了，改天再说吧。好，去吧。阿姨注意身体啊，晚安。哎，晚安。晚安。你怎么还主动找我妈要东西啊？一般不都是得客气一下吗？客气什么？难道阿姨不是真心想给的？当然是真心。那就对了。既然是阿姨认为拿得出手的东西正好是我需要的，那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认为自己被需要，那我还客气什么呀？那你为什么主动说要回家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不想我回去啊？也不是。既然我都是你男朋友了，这登门拜访不是很应该的吗？是应该的。可是我还没有做好准备。要准备什么？我还没跟我妈说你是院长的事儿。不就承认自己撒谎了吗？这很难说出口吗？可能你不懂，我妈只是知道你家境不错，她就把她的银行卡留给我，怕我跟你在一起没底气。
志辉要是知道你是院长，他肯定得消化好一阵子。我还是得好好找个机会跟他说才行。谁说我不懂了？所以我刚才才主动跟你妈要东西，这样可以让她更有成就感，也可以减轻心里的负担。是这样啊？嗯。上哪儿找到这么好的一个男朋友？不就是这吗？你忘了？有没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？还真是。找到小叶了吗？怎么猎没打着，狗还丢了？啊，找到了，马上下来。哎。You are part of my life. You are my shining armor. Now I'm pretty sure we will come to. 好了，下去吧，不然一会儿副所长要上来。你今天晚上就睡在我房间吧。啊？我去和所长睡，陪他聊聊天。哦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对你有非分之想。情侣之间哪有什么非分之想？怎么连自己的脸都打？口误不小。照照镜子吧。小苏特地准备的营养早餐啊，蔬菜是地里摘的，豆浆是现磨的，连这包子呀都是小苏自己包的。你还会包包子呢？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陆院长觉得呢？很香。小苏会的东西多着呢，做饭、修收音机、刷墙、喂鸡喂羊，都干得有模有样的。一开始你们在电话里说，我还不信。刚才我去后院看了一下，这鸡羊都肥了，收拾的还挺干净。是，真是厉害。哎，小苏还会理发啊，我和所长的头发都是他理的，你看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你怎么还会理发呢？啊，大二的时候，我喜欢学校理发店里边一个姐姐，后来我就经常去找她玩，然后看着看着就学会了。那后来呢？在一起了吗？啊，在一起过。所以，他是喜欢吃包子。他不喜欢，包子是我跟另外一个小姐姐交往的时候学的。哦。你这交个女朋友怎么像拜师似的？小苏啊，就说着轻松是吧？啊，他其实啊，对每一段感情都非常认真，他可不是那种花心的人。小叶，你可以放心，不要误会。这跟我误不误会有什么关系啊，副所长？这你还听不懂吗？副所长的意思是要撮合你们俩。叶生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不算太了解吧？那可以多了解了解啊！我和所长都觉得小苏人不错，是吧，所长？小苏人很不错的。小苏啊，那你了解叶医生吗？你觉得他怎么样啊？两位所长倒是跟我提了不少，但是见面之后，我发现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哦，哪儿不一样了？我以为叶医生会是那种野蛮女友型的，可能脾气会火爆一点。原来我在你们俩心中是这样的形象。不是，我说实话啊，这个你这次来呀，变化真不小，是吧，所长？是，小叶，你这回来变化真大，开朗了，也爱笑了。有这么明显吗？笑起来多好看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叶医生，
我倒是听说谈恋爱会改变一个人，你该不会在偷偷谈恋爱吧？怎么啦？你有意见啊？这不是怕小苏浪费感情吗？对吧？我不怕，我认为付出感情的过程本身就是在收获，所以不一定非要有结果。哎，小苏这个观点我非常的赞同啊。这个感情不是投资啊，不能那么功利。叶医生，我放假能去找你玩吗？可以啊。他不一定有时间的。好，那我提前给你发微信。其实，那小陆，你要不是再吃个肉呢？不用了，副所长，刚吃半个已经够腻了，您多吃点吧。腻啊？那吃点黄瓜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还腻不腻？要不要给你来一点醋？你吃包子配醋啊？不是看你喜欢吗？我一般解腻喜欢吃点甜的。我们边邂逅边追寻，爱的夜空里小苏，哎，我来帮你吧。啊？哟，队长，赶紧。两颗心在一起，就找到成长的意义。庆幸遇见你。谢谢你啊，耽误你的休息时间给我看存稿。你不是说这是给老读者的特别福利吗？能提前看到后面的章节。我是开玩笑的。我觉得这个福利特别好，我会认真对待，提供自己的意见。辛苦了，今天晚上我请客。好啊。小朋友，你在看什么呀？你在写什么？啊，我在写少儿不宜的东西。哦。小朋友，你这样看着我写不出来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。你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吗？好好，别打扰别人。来，快回来。过来这边玩。好可爱呀！过来玩啊。是啊。小朋友，你这样看着我写不出来。你不用管他，他不认识几个字儿。这不是认不认识几个字的问题。那他在那玩有什么问题？他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。走，豪豪，咱们上其他地方玩去。走，来，慢慢走，慢点啊。走，我们去其他地方玩。来。你跟他们说了什么？我跟他说我们在做成人用品的企划案，有图片的。真有你的。难得休息日还要写稿，不能被打扰了，加油吧。加油。没想到桃源村还挺舒服的。主要是漂亮。哎，对了，我昨天被狗追着跑进水沟里的事儿，你可别跟院长和叶医生说啊。啊，我已经说了。这嘴要不要这么快？我的嘴再快也没有你跑得快吧？当时我只看到一道白光闪过，然后噌的一下从水里冒出来一个美女，我还寻思是谁家的仙女下凡了呢。净胡说八道。
不过说真的，下次你要是再碰到狗冲你叫，你千万别跑，你越跑它越来劲。牵着狗绳的我又不怕。那你真棒。行吧，那等你有时间再过来玩吧。下次你过来，我带你摘野果子去。你还要在这儿待多久？没定呢，我想多待着。好，那微信联系，拜拜。仙女，拜拜。拜拜。这全都是要给我们带走的。是啊，哎，这些地瓜和土豆啊，放得住，可以吃很长时间的。这青菜可就留不住了，这2天就得吃完。你们俩回去分一下。所长，这也太多了吧？不多，反正是开车回去嘛，省得你们到超市花钱买了。这个药酒啊，也是才开放内坛的。你们俩呀，少点外卖，多做做饭，很快就吃完了。那这2项是什么呀？一个是花瓶，还有一套餐具，是我让小苏啊从网上买来送给你的，一定注意轻拿轻放啊。对，一定要轻拿轻放。那煮鸡蛋。你们买这些做什么啊？送给你新房的礼物啊。我还没有买房，要搬新家啊。等你买了房搬新家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能去，所以就先把礼物送了。那我要是买房搬了新家，你们一定得来，不然我还给你们退回来。来，我们一定来啊！行，小苏，帮忙搬上车去。好嘞。现在想想，我在唐安村这半年，收获真是太多了。所长和副所长都对我很好，我在这儿做起了全科医生，学到了不少东西，还学会了针灸，在这儿还养鸡养羊，真是太有意思。你能这么积极想问题，我还挺欣慰的。我男朋友乐观，我也不能输啊。那要我说，你在桃源村最重要的收获难道不是我吗？你不是收获，你是上天的恩赐。你这嘴是抹了蜜了是吗？主要是我男朋友太会说了，我也要进步啊。你何止进步啊，这是超越了。好吧，那我往回收一收。那倒不用，保持就行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是这样。你这么一说吧，我觉得真的有这种可能的，是吧？对，他们2个人之前就认识，然后院长又是点名让叶医生做助理，你说这2个人朝夕相处的，而且我特意观察过他们的眼神，非常的不一般。曾生，你跟他们2个一起来的，你有没有看到了什么？起太早了，我一路上都在睡觉。你就编吧，那你怎么不跟他们一起回呀？他们出发晚，我想早点到家。我觉得他们绝对在一起了，肯定是那个眼神，绝对是跟那团队一起。你好，请慢用。你说他们俩这秘密恋爱多久会被发现啊？有句话不是说，恋爱会让人变成傻瓜吗？他们俩这整天忍不住眉来眼去的，以为身边的人也都是傻瓜。哎，不过就他们俩这身份差别，传出来，小叶子可能会很吃亏。我也觉得。不过叶医生马上回儿科了，应该没事。哎，你慢点，吃太快对胃不好，慢。我是不是太啰嗦了？不会啊，我也知道这样不好，只是经常会忘。改变习惯确实挺难的。所以有人监督提醒，我求之不得。那我们得经常一起吃饭啦。啊，对了，你为什么喜欢在咖啡店看小说呀？我喜欢有一点白噪音，一个人在家里太安静了，有时候会感到孤单。我之前也全职在家写稿过一段时间，每天就是蓬头垢面，作息特别不规律，压力还大，所以就出来找个工作，迫使自己回归到健康的生活状态。你每天更新，还有这么多存稿，
真是太有毅力了。主要是咖啡店工作按部就班的，我可以一边忙一边构思，晚上回家再写出来。那也很厉害啊！大部分人上了一天班回家就只想躺着刷手机。你这么说，我都有点佩服我自己了。你的小说有没有卖掉影视版权的？之前有家影视公司聊过一个，来来回回谈了半年，好不容易决定买了，后来影视业寒冬，公司倒闭了。我觉得你可以找一个经纪人，主动向一些影视公司推荐看看。我这种小透明，谁要经纪我呀？签约直接变血草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兼职试试。你开玩笑的吧？我没开玩笑，我认识这个行业的一些朋友，对你的作品又很熟，应该不用花太多时间。当然，我只是提议，不愿意也没关系。愿意，我简直太愿意了。那以后如果有人找我谈合作，我就可以直接跟他说，你跟我经纪人联系吧。这感觉想想就很爽啊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就当是为偶像做点事。行，那要是没收获，你可不能脱粉啊。放心，我喜欢你又不是1、2天了。哦，我的意思是……没事没事，我懂。希望你能一直喜欢我。来，柠檬水带酒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经纪人。不用找了，没有你跟叶医生的同框照片。这谁选的照片啊？我记得那天摄影师有拍啊。我？你故意的？你们不是想保密吗？你可真贴心。你们虽然没有肢体接触，但看对方的眼神也不太对劲。那是因为你知道吧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算了，回头单独发我吧。好。高院长那边有什么新的动静吗？审计小组一直没走，他也有点急了。那就好，那说明他虽然处理得很隐秘，但还是担心会被发现，所以一定会有所行动的。等了很久吗？没有。谢谢。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咖啡啊。哎，这怎么都没有名字啊？这是哪家啊？口味呢？跟以前没区别啊。这是我自己买的外带杯。问了佳佳他们店里用什么咖啡豆以及牛奶的配比，这是我在茶水间里自己做的。这样算下来，成本便宜不少。要都像你这样，那这咖啡店和花店都得要倒闭了。你不应该夸夸我吗？是，勤俭持家，谁要是有福气娶了你，那真是挣大了。切，你又不在乎这3瓜2枣的。我在乎啊。那你说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啊？发薪日啊！我们都不会忘，你就不记得了吧？为什么要记得这个啊？财务记得不就好了？你收到短信通知，自然就知道了。这你就不懂了。我要还信用卡，还要交每个月的房租、水电，还要想着怎么犒劳一下自己。每个月就盼着这一天呢。那你想好怎么犒劳自己了吗？你晚上陪我逛街吧，我请你吃饭。好。哎，你说你马上就要回儿科了，我们还能来这私会吗？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我心里还是挺想的。不过一切听从领导安排。我是你领导啊。恋爱特工小组，你是组长。
那我觉得，到时候看情况吧，我们可以悄悄的来。好，听从你安排。你看那边怎么样？拍上应该在哪？哎，院长，你们也来放风啊？是啊，孙医生说这边风景不错，我们过来看看有没有适合拍摄的地方。哦，叶医生马上就回儿科了，过来请我喝杯咖啡。是啊，今天刚好发薪水。你终于回儿科了，我们办公室刚刚还在商量什么时候一起聚个餐，给你接风。好啊，我来请客。怎么能让你请呢？还是我来请吧，毕竟占用你那么长时间。不过我就不去了，免得你们放不开。曾医生，陆院长是不是很懂下属心思的好领导啊？绝对是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好的领导就是不要出现在员工的私生活里，这眼不见心不烦嘛。你手刚才没事吧？当然有事啊，这水杯都举不起来了。我看看。伤哪儿了？现在还疼啊？你刚才那么用力，坚决甩开我的手，能不疼吗？对不起嘛。吹吹。好点了吗？还疼。现在好了吧？好了，痊愈了。喜静，好好工作吧。李医生，曾医生。哎，詹医生，还没准备下班呢？指定还手术呢，我等他结束跟他一起。羡慕。曾医生最近没有谈男朋友啊？咱俩不合适。放心，我真没那意思。我就是觉得咱们科室最近这个桃花不错，应该快轮到咱俩了。你加油，我没你着急。要我说，这还真不是加油的事儿，这事儿得靠缘分。比如说叶医生，就是因为缘分才跟院长走在了一起。不是你俩不知道，叶医生跟院长在交往呢。谁说的？住院部的同事啊。捕风捉影了吧？我觉得说的有点意思啊。说叶医生在桃源村义诊的时候，在诊所偶遇了咱们院长，院长对他呢叫一见钟情，然后呢就立马捐赠了一台 B 超机。后来的事你们也知道了，院长回来上任以后就把他立马也调了回来，而且呢还让他做了助理。这次去桃源村义诊，就是院长啊想故地重游。同事们可说了，他俩私底下处得特别自然，根本就不像上司跟下属的关系。我觉得除了做助理这事儿，其他的全是捕风捉影。那还有同事看见他俩一块上下班呢。那助理给院长开车也很正常啊。你怎么会觉得很正常呢？我今天跟别的同事说你第六感特别准，你2个月以前就发现他俩关系不对了。你可真会给我找存在感呢你！我当时是不喜欢叶医生，说话没过脑子。哎，我觉得你俩好奇怪啊，怎么感觉你们2个一点都不希望他们2个在一起啊？我觉得他俩还挺般配的呀，这不是件好事，应该恭喜吗？就算院长和叶医生真的在交往，那他们2个没说，说明有顾虑，咱们就别跟着添乱了。这又不是我说的。好了，我不说，下班。要不要换我来开啊？不用，这借口也用不了几次了。等我回了儿科，
我们就只能分头行动。要不给你买辆车吧，这样你上下班也方便，怎么样？你借我钱啊？可以啊。要还吗？随便你。不用还，我肯定不会借。是要还又超出我的能力范围，我还得攒钱买房呢。那要不我借你钱买套房吧，你可以慢慢还我。你就那么想当我的债主啊？那可不得让我这男朋友发挥点作用吗？发挥作用了，我马上就有排班了。切，你说的那是陆院长在兑现自己的承诺呢，我可一点成就感都没有。你不是说要监督我锻炼身体吗？这就算你作为男朋友的绩效了。行，那你想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呀？别急，我要先置办装备。怎么样？不错，英姿飒爽。哎，服务员你好，有没有男生同款？给我男朋友拿一套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我也要穿啊。我送给你。上次你送了我一条小裙子，这次就当回礼吧。要算那么清楚吗？没有算很清楚啊。你有钱，你吃点亏。那行，搞到我都不敢送你礼物了。所以你悠着点，别把我搞破产。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办张健身卡呀？你之前为什么没坚持下去呢？就是觉得很枯燥，容易犯懒。那我不太建议你办健身卡。你有什么喜欢的运动吗？没有啊。那会的呢？我会打羽毛球，但是很久没有打了。那我建议先从打羽毛球开始，只要对运动感兴趣了，才容易坚持下去。之后我们再找点别的。好，听你的。等一下，喂，怎么了？我听说医院里有人在传你和叶医生可能在交往。哪个环节的问题啊？好像是因为你们在桃源村的事联想出来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，一些小问题而已。走吧。你就不怕在这遇到同事吗？我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但真要发现了，我们也没办法。我还以为你喜欢金屋藏娇呢。我只有出租屋，你是什么娇？我是魔鬼娇。你这笑话好冷啊！你晚上想吃什么？你请我吃什么我吃什么呀，我很好养活的。想替我省钱？可不嘛，怕你觉得谈恋爱太浪费钱了。本来就是啊，又费时间又费钱。不过，为了一切美好的事物，都是值得的。那我灵魂拷问一下你，你觉得房子重要还是我重要呢？你这是什么无聊的问题？这很难回答吗？多大的房子？还学会抖机灵了你啊！我不知道这个传言跟高院长有没有关系。肯定有关系。但院长没有说什么，我要不要提醒他一下？那倒不用了。这个事情我自有安排。好，那我先不说，有新情况我再跟您汇报。